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先生。最近谷歌的 Gemma 4上線了。Gemma 4是基于谷歌的 Gemini 的架構開發的語言大模型。這款 Gemma 4呢是不需要依賴網絡，不需要翻牆的。同時呢，它對電腦的配置呢要求也非常低，僅最低需要8GB 的內存，也不依賴專業的顯卡，就能夠在本地呢直接的運行，非常的不錯。今天呢，我給大家講解一下 Gemma 4如何本地化部署。這款部署教程呢，非常適合新手小白來使用，因為它只需要點點鼠標，不需要你懂代碼，也不需要用一些命令行。接下來，我保姆式的來教大家如何本地化部署。首先，我們要下載 LM Studio 這個軟件。這個軟件呢，除了 Gemma 4之外呢，還支持 DeepSeek、GPT 等語言大模型。我們下載來打開這個網址之後呢，點擊這裡下載這個 Windows 版本就可以了。當然，它也支持蘋果版本。蘋果版本呢，大家自行在下面的鏈接去找就可以了。語言大模型呢，我們不需要單獨去下載。當我們把這個軟件呢下載成功之後呢，在這個軟件裡呢，提供了各種語言大模型的下載連接，非常的方便。我們下載好 LM Studio 之後呢，打開軟件就進入到這樣的一個界面。它默認是英文的，我們可以通過右下角這個設置裡呢來調整，把語言呢改成中文。但實際上改不改都一樣，因為它的中文語言就是適配性並不太好，但實際上呢對整個影響都不太大，也不需要中文。然後呢，我們再選擇這個左側的最後面的這個模型搜索這個圖標，打開之後呢，它給我們的模型列表呢就在這裡展示出來了。它支持的模型特別多，它前面推薦的是 Gemma 4啊，包括千問啊、DeepSeek 呀等等等等都有。那麼因為今天我们就是演示一下 Gemma 4嘛，那我們就看一下 Gemma 4就可以了。然後呢，它每一個模型呢，它在這塊呢也會通過對你電腦自身硬件的一個檢測，它會給你一些提示。比如說 Gemma 4 31B 這個，它就是說對於此設備可能過大。那麼我個人建議啊，包括軟件建議，咱們就不要安裝這個模型，就是說在我們的電腦上跑呢，可能就比較費勁一些。這個是根據電腦的配置呢來做出提示的。像我的電腦的話，就是 16B 的內存嘛，8GB 的顯卡。但是它這個對顯卡要求不太高，然後呢，我安裝了這個模型，這個模型呢就是我已經安裝好了。安裝這個模型呢是能夠部分的使用顯卡的一些性能。你看這個 E2B 的話，就是能夠完全加載 GPU 顯存這一塊。我們選擇好模型之後呢，直接點着這個 Download 下載就可以了。這個具體下載 Gemma 4的哪個版本的模型我建議呢，就是根據這塊的提示來做。像完全加載的這個肯定是最推薦的，部分加載呢也可以。像這種設備過大的，我們就不需要下載這種了。然後點擊下載之後呢，然後在這裡呢就是會顯示下載的一個情況。我們下載的時候呢，也可以把 VPN 關掉，不需要翻牆的。我們模型下載成功之後呢，打開左邊菜單的第一個這個聊天這個列表這裡，打開之後呢，然後在聊天窗口這裡這個部分呢，我們就可以加載我們下載好的模型了。像我下載了2個模型，一個是 Gemma 4的 E2B 和 E4B， 那麼我們選擇相應的模型就可以了，然後點擊加載模型。在這裡呢會有加載模型的進度表，基本上就是10秒鐘嘛，就加載完事兒了。模型加載成功之後呢，比如說我可以問一下它，你是誰？這裡呢把個 sync 關掉的話呢，就不會有 sync 這個提示了。這裡就代表我們這個模型呢加載成功了。這個模型呢是能夠本地化運行的，也不需要翻牆。像我把翻牆軟件呢都是關掉的，大家可以看已經關掉了。我網絡也可以給它關掉。看网絡也關掉了。
嗯，我問一下他，還是你是誰吧？你是誰？詳細介紹一下你的功能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網絡關掉的情況下呢，然後把 VPN 也關掉了，它還是能夠去運作的，也就是说它完全是本地化部署的。我总体測試了一下，它的效果呢和 Gemini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除了不能去联网查詢一些資料之外，比如說对于我们这種新手小白啊、不懂代碼的人是非常適合来练手的，而且安装起来呢非常的简单，对電腦的要求呢一點也不高。我的內存實際上不大，然後呢顯卡也非常的簡單，而且還是筆記本，所以說呢 Gemasys 呢我是強烈推薦的。同時呢，大家有時間的話呢，也可以去体驗去更多的模型。那麼今天的教程呢，就到這裡了。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，歡迎點讚和訂閱，謝謝大家。